這個社會公平嗎？問的就是你啊，但是不要着急回答。我今天刚從老家回来，然后我们村里有一家然后他是非常穷的，就是今年这几年刚还完外債，然後呢今年他的兒子剛下來高考的分數考了600多分，考得不錯，但是呢他的父親同時查出來了身上有癌症，麻繩專挑細數揀，厄運專找苦命人就是為什麼？就是我們底層人的生活已經是非常的不如意了但是為什麼這個倒霉的事總是找在他們的身上呢？就有沒有聽說過一個詞語叫做馬太效應？這個詞語呢，就是凡是他有的還要加給他，讓他富裕；凡是沒有的，就是還要把他手裡僅有的東西給他搶回來，讓他變得一無所有。簡單來說，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這個現象。就是大家理想中的樣子都是誰可憐誰沒有誰更需要，老天爺呢就會照顧誰，但是現實卻是非常殘酷的我問大家一個問題，窮人和富人誰更生不起病？窮人，對吧？那誰容易更生大病？還是窮人，對吧？那你看現在高考分數剛剛出來，那窮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通過這個高考考上一個好的大學，對誰來說是更重要的？窮人家的孩子。為什麼？因為富人家的孩子他可以留學，他可以回家接班，不管考100分還是考700分，他就有那種無數條路都可以走。但是窮人家的孩子只有這一條，還被堵了半截。但是現實卻是能夠接受更好教育基礎的，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的，能夠在高考當中取得更好成績的，你會發現有錢人家的孩子現在在社會當中的比例是越來越高。反正我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班裡的前2名老爸天天開着奔馳寶馬來接送，所以我感覺現在寒門出貴子是非常難的，比較珍貴所以呢大家才感覺寒門出貴子。你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對嗎？你再看各個城市他的黃袍加身快馬加鞭的外賣小哥這個職業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要騎着電動車去趕時間，怕超時，對吧？怕罰錢嘛而且呢電動車這項交通工具它是在就是交通工具當中它的危險係數是特別高的他做着這麼危險的活，那麼他又能掙多少錢呢？掙的一個辛苦錢，對吧？那麼哪一種交通工具它的駕駛員的安全性是最高的呢？飛機飛行員因為飛機是所有交通工具當中出事故率最低的一種，而飛機的飛行員也是工資當中最高的一種就是他的工資高，而且他還安全。為什麼？因為資本這個東西它是具有複利性的，你可以理解為滾雪球嘛不管是信息也好，資源也好，一旦形成了壟斷，它可以讓你在賺錢這件事上變得更加的容易，然後就形成了一種滾雪球的一種效應。比如說你看富人我有本金，我是不是可以買房子去投資前些年，然後呢我可以正常靠收房租產生被動收入我有錢我放在股市裡面，然後我公司賺了錢之後呢，我就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增值的那一部分，對吧？這個富人他有付出勞動嗎？他沒有付出勞動吧，但是理論上呢他可以無限的大比如說你現在是靠上班打工挣錢的你只能打一份工，每天只能工作6個小時到8個小時然後呢我呢可以有1套房的錢買1套房，有10套的錢買10套房有100套我可以買100套房。我的收入的增加是100倍的時候，對於我這個人上的時間來說，他有花的更多嗎？他並沒有。這就形成了一種滾雪球的一種效應，就是打工是永遠沒有辦法突破這個坎兒的。而且呢富人他因為手裡他的資金夠多，遇到了好的創業的機會的時候呢，他是不是就敢於去冒險呢？對吧？因為冒險了他也不怕他有兜底嘛。富人是不是有錢，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吃得更健康，所以呢他更不容易生病他住得更好，他坐的交通工具更好，所以說呢他更安全他有更多的錢來培養他的孩子，所以呢孩子就更會有出息長大了。那窮人你沒錢又投不了資，我們只能靠自己的時間和體力去換取這個
金钱，对吧？所以呢，它的收入的天花板就会非常的低啊，我们的原始资本積累呢就會非常的困難，幾乎不可能，對吧？然後呢，每天就是為了吃下一頓飯和下個月的房租在努力的拼搏，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考慮長久的未來和規劃的一個發展趨向，就算你，所以說呢，你就找不到風口，就算你找到了風口，你也沒有啟動資金，你入不了場啊，哪怕你攢下了一點啟動資金，你還不敢冒險，因為你有家庭有房貸，你虧不起啊！就算你敢冒險了，你的虧損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因為你的經驗不足，成功率非常的低啊！所以這個社會呢，就是不缺錢的人拿到了更多的錢，不缺愛的人拿到更多的愛，對吧？都流向了他們。你看哈，有錢有資源啊，有信息的時候，它就像滾雪球效應，一直下山往下滾啊，到後來你都不用多使勁哈，它就越滾越大。而且呢，這個社會就是它的規律哈，普遍都是偏向贏家的。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比方說在座的各位，我們都在一起做生意，都缺錢，對吧？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可以找銀行借錢？窮人找銀行借錢，利息還更高，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借得到，對吧？那作為一個普通人，如果應該怎麼去就是應對這個馬太效應哈？如果說你想應對這個馬太效應，馬太效應呢，其實它是客觀的規律，但是它確實也是在任何的時候和任何的城市，總有那麼一部分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去突破這個馬太效應啊，白手起家，逆天改命啊。其實真正的想對抗，你可以先找一個最小的雪球啊，比如說你每個月強迫自己存下2000塊錢的工資，哎，這就會讓你遇到一個機會的時候，突然來的時候，你好歹有一個入場券啊，讓自己在一個細分的領域裡邊成為一個專家。比如說我學了一個自媒體啊，這樣呢我就可以借這個槓桿借力。那麼什麼叫槓桿借力呢？學自媒體是不是就有了流量槓桿？那麼你有了技術，是不是就有了技術槓桿？在你這個技術和學自媒體流量過程中，你會接觸到更多的人，讓別人看到你的價值所在。那麼你是不是就擁有了人脈槓桿？當你這些槓桿有了這些之後哈，快速的積累到自己的原始資金的時候，你還要跳出一個思維，叫做線性增長的思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對抗行業的風險性啊，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找到一個小的雪球，慢慢的去滾就可以了。所以說，對於公平和不公平這個話題而言呢，我感覺哈，公平之中似有不公，不公之中亦然可公。